OK，那马子今天来到道顿窟，相信这个地方是大家来到大阪会首选安排的景点之一，因为不只有好吃的章鱼烧，还有超好逛的唐吉诃德。但是大家之前在来到大阪旅游的时候啊，有想过道顿窟在历史上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地方呢？为什么现今可以成为大阪的观光重镇？那今天就跟着马子一起走访这个街区，一起去探索道顿窟的前世今生吧 ，Go！说到道顿窟的历史呢，就要从我背后这个石碑开始说起。当时江户时代大阪城主松平忠明呢，他想在难波附近挖掘一条流入木津川的河川，所以他就命大阪商人安井道敦跟平野乡的安藤藤次一起在1612年用私人财产开凿这条河川，当时叫做新川。这条河川在1615年的时候完工，这是在过程中呢，刚刚说的安井道敦在开凿这条河川的期间，在大阪夏之镇里面不幸战死。松平忠明呢，他就命他的弟弟安井道补继续着手开发，然后最后呢，为了奖赏他们的功绩，所以他才把这个河川叫做道顿窟川。江户期间，道顿窟南边就开始出现非常多的资居小屋。资居小屋就是当时提供客人看看表演、吃东西、喝茶的一个娱乐场所。但因为以前日本的资居小屋都通常比较小而简陋，所以又被称作西巴伊沟亚或是西巴伊恰亚。美国百老汇第一个剧场是1842年开始的，而英国的西区剧院是1663年。所以道顿窟的剧院历史文化呢，可以说是比这些地方都还要早发迹。当时也是日本第一的文化艺术之都，也是顶尖表演艺术者向往的第一舞台。当时两旁都是大大小小的剧场，其中又以5座相当的出名，分别是角座、中座、朝日座、浪花座、变天座。加上其他的小剧场呢，全盛时期高达12座剧场，每天都有人在表演，相当的厉害。我现在走在的地方叫做阿伊亚乌巴西，后面就是香河桥金商店街，旁边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金龙拉面，有没有看到？那据说这条桥呢是江户年间的时候架设的，但是它有一个别名叫做 Engiri 巴西，就是说呢，它会切掉男女之间的良缘啊。所以以前游女在经过这一条路要到剧场的时候呢，他们也会特别避开，绕道而行。像这个婚宴的时候啊，他们也会特别选择不走这条路。所以如果下次你跟你男女朋友来到这个地方，如果你相信这个迷信的话，就也尽量不要走这条桥哦。大家来到道顿窟逛街的时候，有没有看一下河岸边的风景呢？那对面就是大家熟悉的一兰跟唐吉诃德。那说到这个木桥也是相当有历史的哦。这一条桥叫做太佐卫门桥。桥名命名由来是当时桥东南边一个歌舞伎小屋叫做太佐卫门，过去也是丁人管理的桥梁之一，也是通往道顿窟剧场的一条路。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桥的外观呢，其实已经是重建过后的，因为它在1945年2战的时候已经被烧毁了，但是还是相当有历史风气的感觉。在我后面呢，就是之前我刚刚说的剧场5座里面其中的一个中座。那现在呢，它前面有一个很特别的雕像，就是大家来到道顿窟一定会跟它拍照。我背后这个雕像呢，它就叫做奎陶雷太郎。奎陶雷在日文是吃到你破产的意思，也是1949年这边开业的一个餐厅。那当时创办人山田六郎呢，他为了想吸引客人，特别是小孩子哦，他就想说打造一个吉祥物，一个会打鼓的小丑呢，一定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所以奎陶雷太郎呢，他就因此而诞生了，现在也成为道顿窟里面的重要指标之一。马自己现在来到龙桥，龙桥在过往是通往金宫龙参道的一条路，在原路期间呢，周围两旁有相当多的店，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龙桥是2007年改建的，它除了增设中间圆形的大广场之外呢，还有增设一个下面的河岸步道，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一定会停下脚步，跟后面这个风景啊稍微拍一个照片，非常漂亮。那听说这个龙桥也是日本一寸法师出发的起点，更是大阪运动赛事庆祝的地方。每当大阪棒球队阪神虎封王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聚集在这，然后从这个桥这边跳到河岸下方，旁边都有一些警消人员在 stand by。据说2003年的时候有4、5千人从这边跳下去就庆祝那个运动赛事，相当的危险啊！据说那个时候非常嗨啊，就是疯狂到把肯德基爷爷的雕像都丢到这个道顿窟川。那后面那个螃蟹钓乐啊，有很多人就把那个扛棒给拆下来，然后一起丢下去。那现在已经不能跳水了啊，警察也有在这边贴这个标语，就是跳水非常的危险。大家来到龙桥一定会跟固力果拍一张照片，并且比出一样的姿势，对不对？固力果其实是含有笃粒糖分的一个牛奶糖。
那听说吃下去之后呢，人的体内会产生出一些能量，所以它的包装上面才会印这个跑步人，就等于你吃一颗，你就可以像这个跑步人一样跑，非常有精神。在我背后就是大阪的本店蟹道乐，相信大家一定也不陌生。来到大阪游玩的时候啊，一定会被这个巨大的广告招牌给吸引，因为它的钳子啊就会在那边夹来夹去。那这间已经是老店了，它不止在大阪，在日本全国各地它都有分店，所以下次大家来到大阪啊，喜欢吃海鲜或者喜欢吃螃蟹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间哦。我现在来到道敦窟一间非常有名的历史老店，叫做金井乌龙面店。那现在是卖乌龙的，它之前是卖乐器的，因为我有说道敦窟这边之前是文艺之都嘛。那重点是它旁边有一个福字小路，那我们就继续看一下吧。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过去道敦窟街道上的样子哦。那以前这边非常多的剧场，所以上面他们就会挂非常多的支旗哦。这个旗子上面基本上是打广告的用意啊，就是上面会显示说他们剧场的名称啊，还有今天表演的艺人是谁。在古代你要看剧啊，就像我们当今看演唱会一样，你会喜欢的艺人才会去看嘛。所以以前呢，像这样子就有列出非常多艺人什么时候表演，什么时候表演啊。那你到剧场门口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得到上面的牌子写说今天表演的艺人是谁，然后演出怎么样的戏剧。大家之前来到道敦窟逛街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街道旁有一个非常西洋欧风的建筑物？这建筑物就叫做松竹座。松竹座是1923年当时道敦窟开幕第一间的西洋式剧院，现在里面都是演艺歌舞伎比较多。就在里面看表演之外呢，还可以体验到很多不同的日本文化。但是明治维新之后呢，日本就开始吸取大量的西方工业技术和艺术文化，所以这些剧场呢，到昭和时期它的形态就已经慢慢改变了。直到战后呢，更是慢慢的走下坡。泡沫经济之后呢，道敦窟这些剧场已经全部关闭了。但是如果你是喜欢日本这种传统艺术表演的话，来到大阪你依然还是可以看得到。如果喜欢看歌舞伎呢，就可以到我刚刚去的那个松竹座。如果你喜欢看人形净琉璃，就有点像我们台湾的布袋戏哦，但里面的那个机关设计又不太一样，你就可以到国立文乐剧场。那如果你喜欢看那些搞笑型啊、漫才啊，你就要到千日前的难波豪华花月。那马自己现在在道敦窟桥这个地方看道敦窟川晚上的景色也是相当的漂亮。那如果你来到这里玩啊，晚上8点了还不想这么早回饭店的话，你可以买一个章鱼烧，或者是买一杯啤酒，然后就坐在下面看这个河川，然后边吃，然后边享受这种大阪风情的感觉。在桥的后方呢，就是玉堂町，玉堂町两旁有非常多国际大品牌的店。那边还有一间唐吉诃德，大家有没有去过那边买东西？那再往那边走呢，就是道敦窟二丁目了。等一下我们就去那边看一下。AB4把斜下面这条河川啊，就是道敦窟川。道敦窟川是连接木津川跟东横窟川2.5公里的一条运河啊。那之前那边会有观光船可以开过来，这样载着游客，然后欣赏道敦窟整个这样子的风景。但现在因为紧急债券才刚结束，所以我看那个船好像也没有这么快开始。这边有一个非常有名可以拍照的地方，大家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在这边拍过照啊？这时候你站在一个方位哦，它前面的那个监视器啊会显示出你人的样子，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拍出你自己的照片。哦，好像看到自己了，我再稍微往右边一点。大家有看到我吗？我就在那个荧幕里面的中间。道敦窟晚上是越来越热闹，最近紧急事态宣言刚结束，所以人潮呢也慢慢走出了街道，这边慢慢的那个气氛啊有越来越好的感觉，店家也有慢慢的开。大家能想象吗？这边周遭两旁以前都是那些支居小屋啊，就是在演戏啊、喝茶，然后休息娱乐的一个地方，现在两旁都完全变成很多的餐饮街道。那一到晚上呢，路上就有非常多拉客的人会出来，不只是外地人哦，本地人有时候也会来到道敦窟这边喝个小酒啊，或者是吃个寿司之类的。像我背后有红色衣服的人嘛，他们就是会拉入他们客人啊，然后问你要不要去他们居酒屋喝一个东西啊，或者吃一个烧烤之类的。那马自现在来到道敦窟二丁目了。
大家有没有跟这个扛棒拍照呢？这扛棒很常会出现日本老歌里面那种 MV 哦。道顿窟二丁目后面就没有像前面那边比较繁荣，人也比较多的那种感觉，因为后面这个地方呢，居多都是喝酒的，譬如说像这个伊扎卡亚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小酒吧、小酒廊之类的。之前我有拍过这间饭店啊，好像很多人都有住过的样子。那我之后上网稍微查一下，它第一个头是亚洲人，然后第二个头是非洲人，第三个头是中东，然后最后一个是欧洲。这个饭店也在道顿窟的项目间里面，如果有住过的人，也可以再分享一下说这间饭店大家感觉怎么样。从我背后那个扛棒走出来之后呢，这边道顿窟的范围就结束了。那这边还有一个最后的石桥，这一条桥是当时通往木津大黑神社主要参道的一个桥，所以之后又被命名大黑桥。那在1930年的时候，又是重建像这种钢筋混凝土的材质。后面这个地方一样是道顿窟的夜景，但是比较不一样，比较宁静一点。那下面的话，有时候会有一些情侣啊，不喜欢在那边非常嘈杂的话，也可以来这边稍微聊聊天啊，然后看看这个河岸的夜景。河岸下方有一个回廊啊，大家可能平常没有注意到，这边旁边也有贴非常多大阪道顿窟相关的一些祭典活动啊，或者过去一些历史的照片，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龟桃雷太郎，是他之前的照片，它有很多个版本啊，他每次都有换。那我觉得现在的版本好像比较正常一点，之前的版本好像有点可怕的感觉。有以前那些剧场的照片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中座前。以前这个道顿窟的街道就是像这样子，旁边都是剧场啊，不像现在旁边都是炸串啊、章鱼烧之类的。那上面这个是朝日座，也是剧场之一。以前这种街道相对的比较简单朴实，就是大家来这边看表演啊，然后吃一点东西啊，做一个消遣娱乐这样子。那现在的话，完全已经就是变成一个观光客的地方。这是之前的心斋桥。大家看得出来这张照片是在哪里吗？这边是龙桥啊，就是每次大家跟孤立狗拍照的那条桥。那之前呢是这样的直直的，那我刚刚说改建的关系，它才增加中间那个圆圆的广场嘛。大家注意到两旁下方之前是没有那个河岸步道可以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就是单纯这条桥这样子走过去而已。这边是江户时代的道顿窟，从这些图画里面看出来，当时就已经非常热闹了，而且已经有这种戏剧院在这个地方，所以从400多年前道顿窟这个地方就已经发展了。那这个是明治到大正时期哦，就感觉又更进化了，有没有？就左右两旁的戏院啊，也越来越浮夸，整个旗帜都摆出来，然后人呢也越来越多，路上还有之前这种人力车啊，然后大家都会来这边看戏。那在道顿窟进来哦，这边还有一间可以体验日本文乐的博物馆哦，相当有趣。但很可惜啊，它今天好像关门了。那里面呢，好像是打造之前那种自居小屋的舞台形式啊，就前面那个舞台呢，中间还有机关可以旋转。那时不时都会有一些有名人啊，然后会过来这边表演这样子。像这边都有贴一些海报。下次有机会的话，再来这边介绍给大家看。OK， 那今天道顿窟就到这边结束了。那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今天的影片，在未来来到大阪关西这边游玩的时候啊，走在这条街道上，可以对背后的历史文化更加有感觉。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大阪的美食呢？如果你来到道顿窟有什么必吃美食，也欢迎留言告诉马之一哦。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 ，Go！道顿窟是大阪南边热门的观光地区，也是当地人最受欢迎的娱乐场所之一。街道两旁林立着许多美食餐厅和酒吧，独特的巨大招牌加上石岛太郎和库利果的魅力，走在街区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独特的大阪风情。但如此热闹繁华的街道中，在过去400年前，当地的娱乐文化早已发迹。上方是江户时代称呼近畿地区的别称，
而在当地发迹的文化又称作上方文化，代表的有落语、歌舞伎、浮世绘、人形净琉璃、文乐等传统艺术。江户时代当时随着各地运河开凿完毕后，道顿窟一带逐渐成为大阪剧场的聚集地，街道开始涌入许多朝圣的人们，当地也逐渐发展成为剧场街区。过去又曾以角座、浪花座、中座、朝日座、变天座作为道顿窟5大代表性剧院。热闹繁华的道顿窟可以说是当时东方日本的百老汇。但随着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不只吸取许多西方文化和工业技术，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大阪，昔日剧场的光景也随着时代的潮流渐渐走下了舞台。现今街道上许多店铺也发展成为观光热门商家，但松鼠座等其他剧场依然延续着上方地区的传统艺能。现今走在这条新旧交汇的街道上，依然能些许感受到过去400年前文艺的光华璀璨。下次来到当地逛街购物、吃美食之余，也可以顺便细细品味残留在街道上的种种情怀，重新再次认识道顿窟，体验一次不同寻常的大阪之旅。